大家好，欢迎来到风铃情感频道。您的点赞和订阅是我更新下去的动力，谢谢您。我有一个好老婆，我生意失败，负债累累，她陪我一起吃苦，还鼓励安慰我，再苦再难都会陪我走下去。我很感动，想离婚，独自抗下所有债务。可一个偶然，我发现了她竟拿着1000万的私房钱跪舔前男友。陪她吃苦是我的诚意，分文不掏是我的底线，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伴。至于那1000万小金库，可是咱们小家的启动资金。我决定撕开他伪善的假面目。今天是我和老婆的结婚纪念日，把公司的事情理顺后，我买菜回家，准备亲自下厨做顿饭给他个惊喜。却没成想，刚进门就看到他和一个陌生男人躺在床上。3年疫情让我的公司将近破产，这几天我更是没日没夜的加班，差点猝死在办公桌上，他却在这给我戴绿帽子。大概是没想到我会突然回来，卫生间玻璃门上的雾气都没散，估计是两人刚刚洗过澡。卧室的门也虚掩着，流出的缝隙刚好我能看清里面的一切。我从没想过老婆的身体柔韧性还可以这么好。宝贝儿，你胆儿挺肥啊，敢带我来你家，就不怕被你老公发现？男人的声音中夹杂着一丝炫耀。我认出了他，他是我老婆大学时代暗恋的男神宋野。老婆轻笑了一声，发现又如何？就他那个废物，自从公司生意破落之后就啥也不是，天天吃我的喝我的，靠我养，还敢和我离婚。最好是受不了离婚，只要他主动提离婚，所有的房子和车子可都是我的。宋野笑得很放肆，真有你的。老婆反客为主，别告诉我你不喜欢来我家，你不是一向最喜欢刺激吗？喜欢归喜欢，但我是男人，和你那个窝囊废老公可不一样，怎么能让你这么欺负？宋野说着，轻笑2声，将老婆抱起去了阳台。真是可恶！我真想去厨房拿刀，但是手刃他们虽一时痛快，但现在是法治社会，为了他们搭上我自己的命和前途不值。而现在我已是而立之年，有父母要养，更是经历了人生的大起大落，心性更加沉稳冷静，早已不是20岁的毛头小伙子那般冲动鲁莽。我要的是他们死无葬身之地，而我的刀不能沾上一滴血。阿姨，怎么了？没事，后背凉飕飕的，好像有风，我关上窗。下一秒我听到了关窗声。宝贝儿，我还以为你老公回来了。不行，你得好好安慰安慰我。我都提前问过了，他今天不回来，你轻点。我没兴趣再听下去，关掉手机录像，离开了家。离开前，我看到玄关处的鞋柜上放着老婆的手机，犹豫了下，收进口袋。今天我本想给老婆个惊喜，濒临破产的公司转危为安，我又暗中给老婆公司介绍了几个大单子。但现在这婚姻到头了，我要把曾经给她的加倍收回来。这个女人带给我的屈辱，我要万倍偿还。我回到自己的办公室里，老婆的手机有密码，我记得是我的生日，我试了试，竟然毫无悬念地打开了。真的是出乎我的意料，是迫不及待。等我发现，还是觉得我蠢，百分比信任他，看我被他骗得团团转好玩。相恋多年，结婚1年，我对老婆徐楠确实很信任，从来没翻过她手机。公司陷入危机这3个月来，老婆更是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温柔体贴和善解人意。她花钱不再大手大脚，不再买奢侈品包包珠宝首饰，不再出入高档餐厅，陪我喝白粥吃咸菜，还鼓励安慰我，再苦再难都会陪我走下去，哪怕砸锅卖铁，负债累累也在所不惜。我很感动，准备离婚，独自抗下所有债务。老婆却骂我不拿他当自己人，还立马撕了离婚协议以表忠心。我五味杂陈，当时我感动不已，主动承诺，只要不是背叛婚姻的情况下，如果因为感情原因淡了离婚，我愿意把所有的财产都给他。可是当我看到徐楠微信小号上发给宋野的消息时，觉得自己就是个彻头彻尾的大傻子。
嘻嘻，陪他吃苦是我的诚意，分文不掏是我的底线，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伴。阿姨，至于那1000万小金库，可是我们将来结婚整个小家的启动资金呢。但你不要有压力哦，我的意思不是不喜欢你，也不是非要你和你女朋友分手和我在一起，我只是表达我的诚意，我很爱你，所以我完全尊重你的选择，我不想剥夺你自由选择的权利。啊，好的，我没有误解，你放心。宋爷有女朋友，我老婆知三当三。在我公司陷入危机，资金链快断裂时，我求爷爷告奶奶，到处找投资，员工工资奖金发不出来，被债主逼得差点跳楼的时候，他有1000万的私房钱，却完全不顾我死活，还要装出一副伪善的样子，骗取我的信任和感动，给他的情夫花。我的心好痛。生意场上浮浮沉沉这么多年，我见过许多千奇百怪的事情，但当这件事情真真切切发生在我身上，我还是难以接受。可我没想到，更恶心的事情还在后面。我将徐楠的微信记录全部导到我的私人笔记本电脑里，我一页一页地翻看，才知道他们在大学期间就开房无数。但那时宋野的女朋友是校花，徐楠只是他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工具人之一。徐楠的朋友圈从开始的无私奉献与满不在乎，也渐渐充斥着幽怨和哀伤。兜兜转转，你会发现我才是最适合你的那个，而我会在原地等你，只要你回头，就永远是我的男神。附上的图片是宋野装逼的侧颜。徐楠是我的初恋，他说大学期间自己是个保守的乖乖女，父母从小教育他男女授受不亲，所以他从来不敢谈恋爱。当然有过暗恋者，但奈何落花有意，流水无情。当时我觉得这个姑娘还蛮坦诚的，其实就算她谈过恋爱，没有了第一次，我也不介意。比起这些外在的东西，我更在乎的是人品、价值取向和未来在婚姻中的稳定性、责任感。可我看走了眼，低估了人性。我继续翻着他们的聊天记录，发现他们再次搞到一起，是半年前的大学同学聚会，徐楠却跟我撒谎说去外地出差。当时我为了一个大项目和合作方喝酒，喝到胃出血，但一抽空就问徐楠到出差的酒店了吗？有没有好好吃饭？他2个小时没回，我打语音他也没接。我担心他的安全，甚至都想报警，扯掉输液贴，订当天的机票飞过去找他。好在后来他回了，他说在当地的夜市找吃的，环境太乱，手机震动没听到。我虽有疑虑，但也没深想，更被他的撒娇卖萌给糊弄过去。对不起啦，老公，下次不会啦，会注意的，害你担心了。放心好啦，回去给你带土特产。可现在我看到他们的聊天记录，才知道在干什么。西西，老公，采访一下，你是什么感觉？什么感觉啊？很舒服，很快乐。你呢？蛮刺激哇。哈哈哈，对，尤其是周围人走过的时候。老公，不过比起车里，我更喜欢在酒店里，我跪在地上仰视着你，深情地望着你，好像你就是我的神，这世界的主宰。哇哦，徐楠，你好会，好久不见，你更厉害了。从实招来，是不是你老公教的你？才没有呢，他就是个愣头青，我最美的这一面只给你看哦。我的心如同刀割，拳头落在桌子上，钻心的疼，似乎才能让我的心脏舒服一点。结婚1年，我真爱的老婆含在嘴里怕化了，捧在手心怕摔了，但她在外人面前却像一个卑微的奴隶，心甘情愿地取悦别人。我是一个男人，不是我没有欲望，也不是不喜欢探索人类的奥秘和复杂性，但是每次看到他娇羞和生涩的模样，我就心疼不已。他说那种味道让他恶心，所以我从不勉强。现在我只想呵呵。后面的聊天记录更加不堪入目，而这些都是我老婆主动的。徐楠还会给宋野写各种小作文，表达他的膜拜，用他俩的亲密照片做各种表情包，每天雷打不动早安晚安。
宋野有时会附和2句，有时会不咸不淡回应。他就是宋野的舔狗。哦，不，徐楠也有吃醋的时候。宋野，我好还是你老婆好？都好。屁，我给你打过5次胎，他打过吗？亏他还是医生，只顾自己爽，不顾你的死活。哎，你说说，他这么自私，不负责任，有没有致死过人？宋野，你到底什么时候娶我？我要烦死了。周瑾他就是个废物，公司不仅没起色，逼债的人越来越多了，我好累，不想再演了。原来徐楠有次输尿管结石，疼得死去活来，是刚流完产，而他真正小产，我像个孙子一样伺候他，还愧疚的不行，觉得自己没保护他，很抽自己2个大嘴巴子，原来是故意流掉别人的种，诬陷给我。我打开窗，秋天的风吹进来，带着入骨的冰冷和潮湿。我逐渐冷静下来。徐楠，既然你玩弄我，还这么爱宋野，那要不成全你们，岂不是太对不起你们了？这时，办公室的座机突然响了，是徐楠。怎么了？老公，你在哪？开会。我语气尽量平静。没有啦，就是想你了呗。你都3天没回家了，我怕你身体吃不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要不要我给你送点宵夜？徐楠的声音甜美软糯，可现在我却觉得无比讽刺。想念我是假，试探我回没回过家是真吧？要不然为什么不直接打我手机，而是打我办公室的座机？只是他的手机不是在我这呢吗？不用。哦，那不打扰你了，老公，比心，爱你哦。我挂断电话，倘若我没发现他的丑事，还沦陷在他的糖衣炮弹中呢。现在一切还来得及。我看着徐楠的手机，给办公室的座机打了一个，是另外一个电话号码。我又仔细地端详着机型，忽然笑了。原来他有2部一模一样的手机，密码也一样，跟我玩这一套。那好，我就陪你们好好玩玩。我给投资人打了个电话，问投资可不可以延迟1个月，因为现在离婚有冷静期。公司的收益我不会给徐楠1分钱，相反的，我还要让他把手里的钱全部吐出来。我给律师打了个电话，将情况简单说明了下。律师说，我手中的录像是在自己家拍的，可以作为出轨证据，而且还说我没有打草惊蛇，这点也不错，可以更隐蔽地继续搜集证据。还告诉我，对于他们出轨的聊天记录，最好是录像，拍照不利于证据的真实性。我一一照做后，又给发小打了个电话，他的叔叔在本市人民医院当院长。这点还要感谢徐楠，他微信还加了宋野女朋友，他还假装病人不断和对方聊天，视奸对方的朋友圈，几乎每个都点赞。尤其是他们的合照，徐楠瞬间秒变小迷妹，羡慕对方。姐姐，你男朋友好帅呀，好羡慕你们哦。其实我男朋友也一样帅，我好喜欢他，有时间介绍你们认识呗。徐楠到底有多少面，我不想再深究下去。我一点点翻看着那女医生的朋友圈，发现有好多是他们医院的宣传，所以找到她工作的医院轻而易举。我说过，收拾他们不能脏了我的手，所以我需要了解宋野女朋友的脾气秉性，才好制定下一步的复仇计划。很快，发小打过电话来，他说那女医生叫宋小磊，脾气硬核，爱憎分明，眼里揉不得沙子，医术也很不错，又很负责，父母更是医院的高层领导，真是天助我也。发小在帮忙的同时，还不忘埋汰我。周瑾，你真行，一个30多岁的人被一个00后给玩了。滚！我没好气地说道。兄弟，有需要帮忙？知道。我挂断电话，给徐楠发了一个奢侈品包包的链接。刚刚在等待发小电话的空档，我在这个链接里安装了一个小程序，可以遥控对方的手机摄像头，只要他点开。我大学学的是计算机，这个对于我来说并不复杂。我在微信上跟徐楠道歉，说刚开完会，最近也会很忙，先回不了家。作为补偿，我让他选一个他喜欢的包包，就算家里再困难，
也不能苦着媳妇，这段时间你辛苦了。我发过去的时候是凌晨3点，我不确定徐楠睡了没有，但我确定徐楠看到肯定会点开。对于一个骨子里爱慕虚荣的人来说，他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榨干对方剩余价值的机会。正当我犹豫的时候，徐楠点开了。原来宋野还没走。徐楠真够大胆的，他刚刚给办公室座机打电话，明明是已经在怀疑了，估计也发现手机不见了，因为手机上有好几个他的未接来电。可是他仍然没有把宋野赶走，两个人还在腻歪，或许对自己的魅力有着迷之自信。既如此，那我怎么会放过这样好的机会？我拿起手机报警了，说有人嫖娼。我说了具体的门牌号，但是报警电话是我下载了一个虚拟电话软件才拨打的。对于嫖娼这种事情，警察是不会不管的，而且出警的一般都是附近的派出所。我不认识附近派出所的人，但我大学宿舍的兄弟当年考了相关系统的公务员，而且这些年职位也不低了。而我们每年逢年过节，大家也出来聚聚，联络下感情。我给他打了个电话，我当然不会让他犯错误，我只是说我老婆和楼下邻居发生了点口角，我在外地出差过不去，也联系不上他，很着急，让他帮我查查人在哪，我派助理过去看看。我之所以打这个电话，是为了确保意外出现，万一老婆被带去别的派出所，我岂不是扑了个空？再者，这种事情警察肯定会让家属到场说明情况，但是徐楠怎么会通知我？1个小时后，舍友给我回了消息，说人找到了，不用担心，还说其实也没啥大事，要不他替我去得了，把嫂子领回来。他欲言又止，话没说透，我估计他已猜到真相。黑子，谢谢你，给你添麻烦了，回头完事请你吃饭。哥，你这是说的啥话？大一那年，要不是你借钱给我爸看病，他说不定就没了。黑子出生在贫困山区，家里条件很差，大学学费都是村里赞助的，父亲又突发心梗，当时我写程序代码赚了一些钱，就都给他了。其实成年人就这点好处，人脉就是资源，点破又不说破。折腾完这些，我去卫生间洗了把脸，用徐楠的微信小号给宋小磊发过去宋野他们拍的各种小视频，这得感谢他们独特的恶趣味。徐楠把这些视频藏在了隐藏文件夹里，还是被我找到了。没有一个女人看到这些会无动于衷，而且我听说医生是不关机、不静音睡觉的，像宋小磊那么负责任的医生肯定更是这样。所以我给他播了一个语音视频，在他接通的时候就挂断了。你是谁？你到底是谁？你和宋野是什么关系？你难道不知道他有女朋友，快结婚了？我回复他，我是谁不重要，来某某派出所，就现在。说完，我把徐楠手机关机了。凌晨4点，我开着车，窗外还是一片漆黑，大马路上车也不多。我紧锣密鼓半天，好戏终于开场了。周景，你大半夜把我们薅起来，也不说什么事，这是带我们去哪呀？你爸他心脏不好，你不是不知道。岳母坐在后座，带着几分起床气，嘟嘟囔囔。岳父倒是比较冷静。周景，楠楠电话也没人接，是不是出了什么事？这会估计在做笔录，怎么会接呢？到了就知道了。到了派出所，果然如我所料。徐楠怎么会承认呢？可是警察不信，有人举报就得处理。警察让他们交代两人的关系，徐楠还是死不承认，说是老公。警察让他们拿出结婚证，但是徐楠拿不出来。最后徐楠说是好朋友。好朋友会不穿衣服睡一张床？你骗鬼呢？最后没有办法，徐楠说是喜欢的人，还求警察别告诉我，否则这个家就毁了。警察在跟我说这些的时候，说徐楠一直在哭，还重重地拍了拍我的肩膀，露出一副微微带点可怜的眼神。估计这样的事情他们也见多了吧。我的身子靠在墙上，有些无力。最终我蹲在地上，捂着脸
肩膀在抖。岳母劝我，周瑾，这里面一定有什么误会，楠楠不是这样的人，你要相信她。闭嘴吧你，都怪你，把她惯坏了，教出来个什么玩意，我们当老师一辈子，怎么生出来这么个败坏门风的东西。岳父呵斥岳母，又深深叹了口气，周瑾啊。最终他什么也没说出来。我的肩膀抖得更厉害了，因为我在笑。现在我是受害者呀，我得表现得悲伤，不是吗？老公，爸妈，你们怎么来了？听到徐楠的声音，我缓缓起身。徐楠，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你要这么对我？我的声音在颤抖，镜子里双眼布满了血丝。是啊，我一晚上没睡觉了，但我不仅没有一丝睡意，全身的细胞都在兴奋。徐楠来拽我的胳膊，被我甩开了。老公，你听我解释。他话还没说完，就结结实实挨了一巴掌。你个贱人，勾引我男朋友，还假装我的病人，跟我套近乎，故意炫耀，玩我是不是？你怎么这么不要脸？一个打扮干净利落、梳着马尾的女孩气势冲冲跑过来，是宋小磊。这下热闹了，我期待已久的大戏终于上演了。徐楠捂着脸，委屈巴巴地躲在我身后。老公，我没有，是他们诬陷我。诬陷？宋小磊气得火冒三丈，一把薅过徐楠。我特意侧身，给了宋小磊发挥空间。看看这些视频，是狗干出来的吗？徐楠眼泪都掉下来了。这是合成的，对，这一定是合成的。睁眼说瞎话，今天老娘不好好教训教训你，就不姓宋。宋小磊说完，又啪啪连扇徐楠3巴掌。你干什么？放开我女儿！岳母说着，便去拉扯宋小磊。你没本事，看不好你男人，欺负我女儿算怎么回事？不知宋小磊哪里来的爆发力，一脚将岳母踹在地上，知3当3，还有理了。老宋，你怎么光站着也不管？岳母嘶嚎着。岳父冷哼一声，我没这么丢人的女儿。爸，你怎么胳膊肘往外拐？徐楠大颗大颗的眼泪往下掉，嘴唇不知是气的还是委屈的，禁不住颤抖。滚开！徐楠想去拽岳父，却被岳父一把推开。徐楠小心翼翼地看了我一眼，眼含泪花，楚楚可怜地走向我。老公，我是被迫的，是别听他们胡说，是宋野强了我。今天他找我来借钱，我好心念在大学同学的情谊上，给他开了门，谁知道他一进门就把我……老公，你会相信我的，对不对？我冷笑着，没说话。演，继续演啊！奥斯卡要不给你颁个小金人，还真对不起你。可徐楠话还没说完，就被刚做完笔录的宋野一巴掌扇在地上。臭女人，我抢你！要不是你勾引我，我会看上你。警察就在这，我们的聊天记录都在手机里，来呀，说清楚。宋野抓着徐楠就往笔录室走，徐楠拼命地反抗，可他哪里是一个成年男人的对手，最后一屁股坐在地上，死死赖在地上不动弹，那样子要多狼狈有多狼狈。他从来都是表现得很淑女，很在意外在形象的，可今天他从里子到面子都没了。宋野见状，直接松开徐楠，跑到宋小磊面前，拼命解释求饶。老婆，对不起，都是我一时糊涂，犯了男人都会犯的小错，可我还是最爱你的，我保证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宋小磊挑了挑眉，语气也慢了下来，喜欢我？天地可见。宋野倒头如蒜。宋小磊猛然扇了徐楠一嘴巴子，喜欢我是医生，能让你带出去有面子，喜欢我挣得多，可以让你买，喜欢我爸妈都是医院领导，让你少奋斗20年，还是喜欢我不让我碰你那保守又无趣的呆板。宋小磊说一句，扇宋野一巴掌。没错，我除了发给宋小磊小视频，也发了一些宋野吐槽宋小磊的记录。宋野恶狠狠地盯着徐楠，猛地戳了他2巴掌。是你发的，是你挑拨离间。我说过，你不过是我的一个玩具，小磊才是我的真爱，你为什么要破坏我们？
徐楠终于崩溃了，一边撕扯着宋野，一边嚎啕大骂：“你个王八蛋，睡我的时候怎么不这么说？我给你花钱买卡地亚手表，买宝马车的时候你怎么不说？”我看着这场闹剧，实在是有些疲惫了，悠悠开口：“宋野，徐楠在我们婚姻存续期间给你花的钱、买的礼物，我奉劝你全部返还回来，否则我只能走法律程序了。不光是你欠人家的，我给你花的，你也给我全部吐出来。”宋小磊冷冷看了宋野一眼：“我给你3天，否则法院见。”宋小磊说完，头也不回就走了。宋野在后面追：“小磊，小磊，滚开，渣男，离我远点，小心我让你怎么死的，你都不知道。”宋小磊和宋野彻底走远后，徐楠才从地上慢慢爬起来：“老公，我是被骗了，我发誓，我们就这一次，你原谅我，好不好？”我看着徐楠哭得梨花带雨，曾几何时，他一掉泪，我就心疼得了不得，又是哄，又是自责。可现在，这是鳄鱼的眼泪。徐楠，8点，带上户口本，我们民政局见。徐楠扑通一声跪在地上：“老公，我真的知道错了，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最近你公司破产，我真的是压力太大了，是宋野他主动勾引我，我没控制住，才一时犯了错。人这一辈子，谁不会犯错？你不也会吗？只要我改了，不就行了吗？”其实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今天我喝多了，醒来的时候就发现和宋野躺在一张床上。我发誓，我们就是躺着，什么也没发生，就算发生点什么，这社会也不算个事啊。我忽然想起了网上说的一句话：“老公，我就是让他蹭蹭，没让他进，鬼才信。”我冷哼一声：“不算个事，见过无耻的，没见过这么无耻的。当然了，你忘了，这段时间你一无所有的时候，是我陪着你，陪你喝白开水，吃冷馒头，哪怕去睡出租屋，我都没嫌弃吧？我就犯了这么点小错，你至于吗？”我扇了徐楠一巴掌：“你脑子不清醒，我就让你清醒清醒。”徐楠捂着脸，震惊地望着我：“你打我？你一个大男人打女人，你还要不要脸？”岳母也指着我破口大骂：“你凭什么打我女儿？我女儿可是我的心疼肉，长得大，我都舍不得动她一根手指头呀。”岳父却冷着脸推搡了岳母一下：“闭嘴吧你！徐楠，给我滚回家，好好反省反省，我们的脸都让你丢尽了。”周景啊，对不起，这件事情是我们不对，是我们没有教育好女儿，让你受委屈了。我们带回家好好教育，你也冷静冷静。人生在世，经营婚姻不容易，也没有任何人的婚姻是一帆风顺的，都会或多或少的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周瑾，离婚不能轻易说，爸爸希望你慎重考虑。不管你和楠楠如何，你永远是我们徐家的半个儿子，这个家也永远欢迎你。其实整个家里最聪明的就是岳父。结婚时，岳父说不要彩礼，只要好好对待徐楠就行。越是说不要，我就越不能不给，而且还要给的丰厚。平日里去岳父家吃饭，岳父总是亲自下厨做饭，和我喝上2杯，还总是把姿态放得很低，说自己女儿任性，要多担待，要是不听话就告诉我们，他们替我好好教育。整个家，岳父给了我足够的尊重，所以我也更加心疼和呵护徐楠。可是徐楠有这样一个好父亲，却不做人样。爸，如果你是我，你会怎么做？戴着绿帽子，被人嘲笑来嘲笑去。在家里，我给楠楠揉肩按摩，端洗脚水都没关系。可是这份委屈，我受不了，也不会受。这婚离定了。徐楠一下子就急了，跟条疯狗一样：“爸，你为什么要求他？离就离，谁怕谁？周瑾，你别忘了，只要你主动提离婚，家里的房子车子都是我的，你净身出户。”岳父狠狠甩了徐楠一巴掌：“你个蠢货，周瑾这么好的人，你都不知道珍惜，以后去哪找这样的好男人？”岳父的手在抖。岳母一把推开岳父：“你们这是干什么？我家楠楠到底做错什么？你们都要打他，他要是有个3长2短，我要你们偿命。”岳母在说最后几个字的时候，特意看了我一眼。
怎么还威胁起我来了？怕你怎么着？你就惯着吧，徐南有今天都是被你惯出来的。岳父捂着胸口，气冲冲地走了。周景，现在这样，你满意了？看我爸妈都指责我，因为我吵架，你高兴了？徐南狠狠瞪着我，好像我是他不共戴天的仇人。我不过就是和别人睡了吗？你至于吗？你要是离，我奉陪，但是你别忘了，你说过只要离婚，所有财产都归我。我冷笑2声，不慌不忙地看着徐南，慢条斯理说道：徐南，你忘了，那是建立在是我们彼此对婚姻要忠诚的基础上。感情没了离婚，我愿意主动给你所有财产，但你背叛婚姻，破坏家庭，我凭什么给你所有的财产？你是蠢吗？那又如何？我和宋也没有任何关系，我没劈腿。徐南梗着脖子，舔着脸说：他真是死猪不怕开水烫了。我早就猜到他会这样胡搅蛮缠。我挑眉，像看白痴一样看着他。所以你忘了，你来派出所是干什么来了？笔录上的内容可是白纸黑字，还有你的签字画押。想抵赖没门。周景，你算计我？你是报的警？徐南气得脸色煞白，眼珠子滴溜滴溜转，看来是在快速思考。看来他还不算笨，终于想明白了。那房子车子可都是我的，上面都是我的名，你就留着你那破产的公司自己过去吧。我淡淡笑了笑。徐南，你想什么呢？不懂法真可怕。房子车子虽然加上你的名字，但那可都是婚前财产，新婚姻法可规定了，那是属于我的个人财产，你呀一分也带不走。不仅如此，你那1000万的小金库也得吐出来。徐南一下子跌在地上，楠楠，原来你早就知道了。今天你是故意演这一出戏给我们看。周景，你真恶毒，你怎么这么不要脸？因为我玩我，当初我真是眼瞎才会看上你。我蹲下身子，望着徐南失魂落魄的脸，一字一句道：徐南，你错了，是我眼瞎。如果没有你，我的人生会非常美好。不要想着转移财产，我的律师会盯着你。8点，民政局门口，别迟到。去民政局签离婚协议的过程还算顺利，但是徐南就不想吐出那1000万，这个早在我预料之中。所以对待这种无耻的人，没有必要手下留情。1周后，徐南收到了法院的起诉书，确切地说，是我让我们公司欠债的合作方起诉的我。我们欠他们2500万，这些虽然是公司欠的钱，但是公司经营期间赚的钱都供我们夫妻使用了，大部分是被徐南花掉了。这个有我的信用卡流水可以作证。徐南作为夫妻一方，需要还款1250万，他可以不还，但是法院会强制执行。没有谁可以和法律作对，更没有谁愿意失去自由，把牢底坐穿。你可以不还，但是你和宋野的小视频，我会让你的同事全部看到。你不想连工作都没有了吧？我扔给徐南手机时，慢条斯理说道：周景，你个王八蛋，你够狠，你不是人，老娘算是栽倒你手里了。谁叫你多行不义呢？比起你要害死我，我已经是手下留情了。徐南，你别不知足，小心我分分钟让你去监狱踩缝纫机。徐南终于闭上了嘴。彻底离完婚那天，徐南在别墅收拾东西，这些包包留下，衣服送你了。我望着满满一墙的奢侈品包包，怎么也值不少钱吧？这些可都是我的血汗钱。凭什么？这些都是老娘的，1000万我还了，你还想怎样？我狠狠扇了徐南一巴掌，因为你不配，欺骗我感情，完事了。你怀了别人的野种，让我给你做小月子，伺候你吃，伺候你喝，还被你破，我没忘你要精神损失费呢。识相的就带着这些衣服滚，要不然周景，你给我等着。徐南拎着行李箱走到壮汉面前，故意提高气势，滚开。走出门口，徐南站在阳光下，鼓足勇气
大声嘶吼：周瑾，我和宋野好了，这辈子我都没爱过你，我就是玩你。和你在一起的每一分每一秒，我都恶心，我满脑子想的都是宋野，宋野才是我的真爱。而且我告诉你，宋野前途无量，还给我介绍了好几个大客户，气死你！你的公司马上破产了，你这辈子就孤独终老，睡大街吧。呵呵，自从识破徐楠的渣女本质，这些话对于我来说毫无杀伤力。只不过他倒是提醒我了，宋野前途无量，他的公示期好像还没过吧。而我在结婚纪念日那天给徐楠公司偷偷介绍的几个大单子也被宋野领了工。有意思，你们欠我的该全部还回来了。1年后我的公司上市了，不知道是谁把宋野和徐楠偷欢的视频放在了网上。宋野本来前途无量的铁饭碗丢了，至于徐楠吗？那几个大客户本来就不属于他，当初他进公司还是托了我的人脉。我虽然没有明说我们离婚的原因，但是小视频大家都能下载得到，公司领导对他也是各种为难排挤。当然后来听说徐楠为了保住工作，主动发挥个人魅力，3更半夜在办公室和小领导偷偷做游戏，被对方老婆抓到，打得鼻青脸肿，进了医院。而宋野把所有的怒气都撒在徐楠身上，前岳母被徐楠气得脑出血，成了植物人。只是可怜了前岳父，天天伺候前岳母，还要和徐楠置气。最后前岳父忍无可忍，和徐楠断了父女关系。我开着车打开了车载音乐，舒缓美妙的音乐响起，我接到了一个微信验证消息：周先生，我是宋小磊，去年发给我小视频的是你，对吗？方便我请你吃顿饭吗？那个漂亮飒爽的女孩再次浮现在我眼前，我按了下通过键，笑了笑。女人会比事业更香吗？好了，这篇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不要忘了右下角点击订阅，谢谢大家。